Claude 就是那個大語言模型，他們雇了一個哲學家，專門去訓練這個大語言模型的 personality， 就是個性。這個事情剛開始出來的時候呢，我就覺得這個豈不是就是符合了大家一直心中的一個疑問，就是大語言模型，你看它已經這麼聰明了，它什麼時候會產生智慧？那這個問題提出來以後，我覺得有很多種角度可以去思考。那首先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怎麼樣定義這個智慧這個東西。像大語言模型現在已經發展到這個程度，它已經聰明到這種程度，是不是再積累幾年就可以把它學到的這些東西全都轉化成智慧呢？今天我这個話題呢，就想聊一下，首先智慧是什麼，然後我怎麼樣去理解如何獲得智慧這件事情，然後另外呢，就是我們怎麼樣利用我們所在的這個宇宙裡面的這些智慧，去幫助自己面對和解決生活中的很多困難，或者說是一切困难。這一期呢，也不是我憑空想象出來的，我也是有老師的。那我以前肯定做過很多的愚蠢的事情，說過很多愚蠢的話，我的未来很可能也会做很多愚蠢的事情，說很多愚蠢的話，哪怕是我马上要說的東西裡面，肯定也有一些定義不是非常準確，或者我用詞不是非常準確的地方，畢竟這一期沒有稿子嘛。我希望大家見諒，因為我不是一個完美的人，我肯定會犯很多錯誤，我以前現在往後都很可能會犯錯誤，但是這不能代表我的老師教給我的這些道理是錯誤的，只能代表我是一個學術不精的學生。所以如果要批判的話，請批判我，我也非常願意接受大家的批判，因為我覺得我自己看不見我自己嘛，我只能靠別人給我的一種反饋去衡量我自己，去不是說去 judge， 不是說去真的就是總是覺得我是不是不夠好啊，我不是這樣想的。我覺得所有大家給我的一些批判也好啊，或者是留言也好，对我來說都是一種反饋，是幫助我變成更好的我自己的一個非常快的一個途徑，是一捷徑。那我們先來說一下哈，剛才我們提到的那個話題，就是 AI 已經這麼聰明了，那它是不是在不斷的學習的過程中就會產生智慧呢？這個事情很重要的一個點就是 AI 學習的東西到底是什麼？首先我先說一下我的結論哈，結論就是我覺得不管是 AI 或者人，我們學習了很多的東西，就比如說一個人他可能學到了一個這個研究生、博士生的這個學位，那他是不是就擁有一種智慧？首先我覺得這個可不一定，而且呢，大多數的情況是什麼呢？你積累的方法、你積累的知識、你積累的技巧越多，你不僅不會得到智慧，你很可能會得到一種束縛。給大家舉一個例子，就是說當時馬斯克想要造火箭的時候，他想要造火箭的時候，很多人都跟他說，這開什麼玩笑，你一個私人公司怎麼可能想着去造火箭，這是一多大的工程啊。訪談的時候人家就問他，就說你的那些航天的那些偶像們聽說你要去造火箭都表示反对，都覺得你這件事不成，那你有什麼想法？那個伊朗就非常的受傷，但是這個事兒還要繼續幹下去。他這裡面其實有一個什麼樣的邏輯呢？就是他覺得你看哈，火箭上天到月球這件事情其實已經是被證實可行的，就是這個目標是可以達到的，也就是說目標是一個完全 solid， 就是一個非常實誠的這麼一個目標。那麼他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這個路徑的問題。那之所以他之前的這些這個航天的偶像們跟他說這堅決不可能，這簡直太誇張了，他們的想法是什麼呢？他們是根據他們自己的經驗去思考這個路徑。你必須要比如說要多少錢，然後你要多大的一個廠房，就打個比方哈，我沒造过火箭，就是你要多少錢，然後你要一个多大的廠房，你要什麼樣的人才，然後你要什麼樣的材料，然後最終你比如說你發射的時候你要怎麼去進行一個預測，就這些東西，或者測試就很燒錢嘛，又燒錢，然後你又要去面對很多環境部門的一些政治上的一些阻礙。所以在這些他的航天偶像的這些人的印象裡面，這簡直是一個私人企業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因為你想想，如果是國家的話，很多這些中間的這些環節都是可以有特權的嘛。但是伊朗覺得這件事情是什麼呢？他覺得，當然這是我自己猜測，不過我覺得八九不離十是這樣的，就是伊朗的想法是，既然目標是已經實現過的，就是說這個目標是可以實現的，路徑不是只有一條，路徑是無限多的。伊朗之前就說過，他說
如果一個孩子我要建議他學點什麼的話呢，我想建議他學物理。那他的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路径是无限多的这个思維呢，其實在物理裡面是有一個理論的。我不是特別確定它這個名字叫什麼，但是我會把這個實驗的這個影片放在這個大家的這個屏幕上面給大家看一下，好像叫 Chaos Theory，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它的意思是什麼呢？就是你看哈，這個木條或者是說金屬條，它的這個移動軌跡是完全沒有規律的，只能說是它可能以某一個概率是這麼動的，然後下一個動作是以某一個概率是那麼動的，但是最終它是可以畫的這個路徑是可以畫成一個圓圈的路徑。這件事情就說明了什麼？你的路徑是無限多的，你每一步雖然說是不可以預測，但是也同樣證明着這個不可以預測的這個路徑代表你想要實現一個目標是有無限種可能的。那所以他最終就非常堅定的去做了這個 SpaceX 這件事情。那這期影片發布的時候，我相信 SpaceX 應該是已經上市了的。那這個呢就符合剛才我前面說的，很多的知識不一定給你帶來的是智慧，很可能給你帶來的是一種束縛，就是這些之前的這些Elon 的崇拜的航天這個 idol 們，那他們就是因為他們太知道這個航天這件事情，這個火箭上天到月球這件事情是怎麼做的，因為他們就是親身經歷者，他們就是親身的參與者，他們太知道這件事情怎麼做了，沒有人比他們更專業，反而他們會非常堅定的覺得只有自己的這個路徑是唯一的成功路徑，這個就給他們了一個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一個束縛，它不是一個物理束縛，它是一個思維上的束縛，你的思維的靈活度就變得非常的低，因為你就變成了一個非常教條的人。這個我們想一想，我們從小到大受教育的這些過程，有多少人跟你說過，哎，你不能這樣，你一定要那樣，因為這件事情你看誰誰誰都是那麼做的就成功了。那麼什麼是智慧呢？智慧跟方法，就是這些我們學的這些你說知識可定義的知識哈，它是相反的，發展方向是相反的。說知識的時候是說積累知識，就它是一個做加法的過程，但是智慧這件事情呢，它是一個做減法的過程。什麼意思呢？就是說你一定要把這個所學的知識和方法這些產生的現象剝離開，然後在裡面找到一個可以說是永恆不變的規則。那這個規則，這個道理就是智慧。我們舉一個華人可能會更理解一點，就是道德經裡面說的東西就是智慧，因為它裡面說的不是一些現象，它說的是一些規律。我們怎麼能利用這種智慧？我們怎麼能獲得這種智慧？那麼這種智慧如果非要挑出一個東西能夠幫我們解決我們生活中所有的問題的話，到底應該是什麼？這個智慧應該是什麼樣的？這個感覺說起來有點像一個拿科學的這個角度去解釋一個玄學問題，但是就大家聽我說哈，不能說我一定是100%正確的。還是那句話，我可以給大家提供另外一種視角。我覺得內容創作者有的時候真的是沒有辦法達到100%正確。像我說的這些東西，其實很多的時候也是給大家提供的一種借鑑，大家不要完全聽我的。如果對我有什麼疑問的話，或者對我說的不同意的話，這是完全可以的。我並不是很在乎。我們在這個網上，在線上進行這種可以說是這種交流也好啊，或者說我做影片給大家看，這只是一種我們溝通的方式而已。這個並沒有說我說的一定是對的。那接着說回剛才我說的這個智慧的問題，如果有一條智慧，我覺得是可以解決世界上所有的大家面對的問題和需要克服的一些困難的話，應該是什麼呢？從微觀的角度上來看，大家知道我們所有的東西其實都是由原子組成的，當然再往下還有這個質子啊、中子的這些東西，我們就先從原子的這個角度上，從這個層面上先去說。那麼原子呢，是原子核和這個電子雲的。電子雲大概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這個電子在某一個範圍之內，它是以一個概率的這個分布，就是說它在這個區域
但是我不知道這個電子到底是在哪個位置，我只知道它肯定是在這個範圍之內，大概就這麼個東西。我说的可能不是特別準確啊，但是這個可能大家比较好理解，就它是這麼一個範圍的這種感覺。那麼原子裡面就是原子核和電子雲，大家知道原子核有多小嗎？跟這個原子相比，如果說原子是一個操场的話，這原子核大概就是操场中間1粒米那麼大。也就是說，這個原子裡面99.99999%是空的，就是物質上來講它是空的。這個時候，大家再去看我們身邊的所有東西，因为我們所有東西都是由原子組成的嘛，那我也是由原子組成的。我要是把原子这个裡面的这些沒有物質的空間全都給剔除掉的話，我大概就一糖豆那麼大。我們舉個例子，就是說為什麼我現在這個手是穿不過我眼前這個桌子的？因為首先我自己也是原子組成的，我這桌子也是原子組成的，只不過這個我們兩個這個原子稍微有一些不太一樣，但是這個原子的構成方式基本上就結構都是一樣的。這個每一個原子裡面都會有一個這個電子雲的這個部分，那這個部分裡面就是沒有物質的，但是有一個什麼呢？就有一個作用力，不然的話這原子它不就散開了嗎？所以這個作用力組合在一起，你看這麼多原子組合在一起，它就形成了這個桌子。那不同的原子以不同的方式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大家看到的這個人。那麼我和這個桌子之間並不是兩個物質之間在排斥，而是這個原子裡面的這個作用力在相互排斥，所以我這個手是穿不過去這個桌子的。大概理解什麼意思吧？如果我們把這件事情再往大一點說的話，往宏觀一點說的話，就是說我和我的相機和我眼前的這個植物和現在正在看我影片的各位，我們的組成的基本粒子都是一樣的。也就是說，我們只是這個粒子組成的時候這結構不一樣。既然這個原子是99.999%都是空着的話，那我們世界到底是由什麼組成的呢？所有的這個存在都是作用力的存在，而不是物質的存在。那這個作用力可以有很多種說法。如果是從原子的角度上來講呢，這個原子核和這個電子雲之間形成這個範圍可以叫做一個場。那或者是說這個裡面場裡面有個什麼東西呢？這個裡面場是有一個能量的。愛因斯坦也說過這件事情嘛，其實質量就是能量。那我跟地球之間其實也是有一個能量場的，比如說重力就是其中的一個作用力，對吧？那就是在我和地球這個場裡面發生的一種能量的一個轉換。那既然這個世界是被作用力連接到一起的話，那麼我們如果想要解決這個世界上的一切問題，我們應該關注的是什麼？我們應該關注的是物質嗎？肯定不是，我們要關注的是我們跟這個東西，或者說這件事情，或者說我的狗之間的這個關係。什麼意思呢？就是我訓練這條狗的時候，就我們家有2條狗，對吧？我訓練狗的時候，我不應該想的是這個狗怎麼能聽我的話，我應該想的是我要怎麼跟這個狗建立一種關係，通過這個關係把我們2個之間綁定在一起。這樣的話，以後我說什麼東西的話，它就會對我有一種反饋。至於是正反饋還是負反饋，就在於你怎麼樣去建立這個關係。因為如果說你的關注點是這個狗如果不聽我的話，那我就換條狗。如果你的想法是這個目標的這個對象這個物質的話，那你這件事情肯定是做不好的。那伊朗如果說他死盯着這個火箭上月球的這件事情的話，他就會覺得天哪，這件事情簡直是太遙遠了。因為我是一個私人公司，他就會想很多這個問題是在哪兒的，他不會去想我要怎麼去建立搭一個從我到把這個火箭發上天到月球，怎麼樣搭這個橋樑，怎麼樣搭這個關係，或者說怎麼樣搭這個路徑，他的這個關注點就不會在這兒。給大家舉一個例子啊，就是說我現在比如說我想做一個有影響力的這個內容創作者，那我應該去做一些什麼呢？我應該關注的是什麼呢？我關注的是20萬、50萬、100萬的訂閱數嗎？我其實並沒有在特別關注這件事情。我承認我以前曾經關注過這件事情，在我還沒有開竅之前，我是關注過這件事情的。但是呢，後來自從我突然，也是感謝我的老師，突然開竅了以後，我就發現影響力這件事情跟這個數字不一定有絕對的關係。這個你的這個訂閱數，它只是
你影響力的某一種显化，它並不是一种绝对的影響力。所以说呢，影響力到底是什麼？影響力就是我想要让看我影片的觀眾會有一種想法，就是我想聽聽 Joy 到底在說什麼，我想聽聽 Joy 到底這次他又有什麼新的東西可以跟我分享，我想看看他這次說的東西有沒有道理，我是不是能從裡面提取到一些我需要的東西。這個對於我來講就是影響力，那它跟我最終的訂閱的數字之間有關，但不是絕對的關係。那麼如果我想要成為一個有影響力的內容創作者的話，我需要解決的就是我跟我的觀眾之間的關係。這也是為什麼我花很長時間才能做出一期影片，因為我在想說，我每做一期影片，我需要至少我要走心，是吧？我一定要把每一期的內容至少是不能说把我自己掏空了跟大家分享吧，至少也是在我此时此刻最大的能力範圍之内，跟大家把我真心的東西分享出來，因为你只有这樣才能建立好一個關係。咱們說，如果想要解決生活中的一切的困難，或者說面對一切的困難的話，我們剛才說的這個宇宙智慧應該從哪兒開始使用呢？從哪兒開始運作呢？那這個點呢，就是你自己，就是我們人生中最核心的一個關係，就是我們跟自己的關係。因為只有我們把我們跟自己的關係處理好，我們才能非常游刃有餘的、泰然自若的去跟生活中，这大狗在打呼噜，就是我們才能夠游刃有餘的、泰然自若的去跟生活中的其他東西打交道。那在這個裡面，就又衍生出一個什麼新的話題呢？也不算是特別新的話題吧，但是我確實覺得這個事情值得說一下，就是什麼叫你自己？就是我怎麼樣跟我自己有一個很好的關係，就我自己到底是什麼？我的意識是我自己，還是我的想法是我自己，還是我的身體是我自己？我說這也不是什麼玄學了，這個是一個可以說是已經是一個公認的事實了，就是我們的自己這個概念其實是可以再繼續分化的。那麼 Neuralink 這家公司其實就是在做這件事情，它就是把這個意識、你的想法和你的人的這個身體都給分開了。它要解決的是你的這個我的腦子裡面的這些想法是怎麼樣能夠通過機器，就腦機接口這個方式，通過機器去把它實現。也就是說，這家公司其實是在解決一個自己跟自己的關係，可以這麼樣去簡單的理解吧，這多的我也不多說了。那再回過來我們再說一下，我怎麼樣跟我自己處理好關係，身體和我的想法和我的意識這三件事能達到一個平衡的狀態的話，那這個時候你就跟自己的關係處理好了。我們都知道，我們這個人其實就是一個情緒的一個產物。比如說我今天特別高興，我今天特別沮喪，我今天感覺特別的羞恥，或者哪天我覺得特別的這個內疚，我很後悔，這些東西都是一種情緒。那麼情緒是從哪兒來的？這個時候我們就要想一下，如果一個人是分意識、思想和身體的話，這個情緒不是從意識那兒來的，這個情緒是從我的想法和我的這個身體這兒來的。你的情緒來自於你對以前的一些記憶嘛，你這個情緒是要穿過你腦子裡面的這個記憶，產生一個想法，然後再穿過你身體，形成你比如說起雞皮疙瘩呀，或者說冒虛汗吶，就這種情況。也就是說，在你感受到一些非常不舒適的感覺的時候，你的第一個反應應該非常清楚地意識到，就是這個東西是我身體的一個反應，它並不能完全的代表我自己，它只是我根據我腦子裡面以前發生過的一些事情，再且不說以前發生的事情，我們的記憶是不是真的可靠，這件事情，這個又是另外一個話題。就是說，是我的情緒是根據我的腦子裡面對一些事情的記憶產生的一個反應，它只是這個情緒穿過我的身體而已，它並不能完全代表我自己。那平衡這個概念呢，為什麼這麼重要？對於我們平時自己來說，我們為什麼要盡量保持一個平和的一個狀態？為什麼這麼重要？為什麼我們身邊的這個環境盡量要保證一個比較工整，然後比較
有序的這麼一個狀態。我跟大家舉一個例子，大家知道双缝干涉實驗吗？就可能有些朋友不是特別知道哈，但是我大概去描述一下，如果实在我描述不清楚的话，歡迎大家在這暫停一下，可以去谷歌。雙缝干涉實驗這個事兒呢，其實在歷史上做了很多個不同的實驗，很多種不同的實驗。最開始呢是測試的是这個光，所以大家都聽說過一個概念，就是光的波粒二象性。然後後來呢就又開始測了其他的粒子，發現所有的粒子它都不是一个固定狀態的，它都是一個量子態的。什麼叫量子態呢？量子態就是說狀態它不一定到底是什麼樣的。這個又是一個非常奇怪的事情，就是反直覺的一件事情。其實跟我們小時候學的東西都是不一樣的，因為我們小時候學的所有東西都是有對有錯，然後都是固定的，都是非常絕對的。但是這個自然界就沒有絕對的東西。就比如說剛才我說的這個量子態，雖然我之前用了這個基本粒子這個詞，但是大家原諒我，我並不是這個量子力學科班出身的，所以我可能說的一些詞並沒有絕對的準確，大家體諒我一下。把這個電子放在雙縫干涉實驗這個實驗裡面呢，那實驗人員就拿這個電子通過2條縫隙去往對面的牆上去發射。他們覺得按理來說，你發射的時候，你發射一個電子，這個一個電子是不是應該穿過，比如說要不就是左邊的這個縫，要不就是右邊這個縫，然後發射到對面呢，你應該是一個點，對吧？這個感覺才是粒子的一個概念，它是一個粒兒嘛。但是奇怪的事情發生了，在科學家沒有觀測它的時候，這個電子通過這2條縫射在對面的牆上的時候，它是同時穿過2條縫。就是它在做傳遞的時候，它出現了一個疊加態，電子是可以是粒子的狀態，也可以是波的狀態。在你沒有觀測的時候，這個粒子它就呈現出一個波的這麼一個軌跡。但是為什麼它還會有一個粒子的狀態呢？就跟觀測有關係了。那很多人得到的一個結論，就在網上大家也很容易查到，大家得到的結論就是，我們一看這電子就不是波的狀態，它就變成粒子狀態了。但是這個結論呢，稍微有一點籠統，我再跟大家說的再解釋一下。觀測這件事情，我們是怎麼樣觀測的？就是說，之前哈，我跟壳牌石油的這個前高級商業顧問聶尚游聶博士，我們聊天的時候呢，我們做採訪的時候呢，他就是說了一件事情，他是說啊，我們怎麼樣找到海底的這個能夠打油，就是有油的這個位置呢？就是用地震波。在這個地震波射下去以後，然後再返回來，這個波其實就攜帶了一個信息，然後進到這個辦公室裡面去分析，分析完了之後就知道哪個地方是有油，哪個地方是沒有油的，大概就是這麼意思。那麼我們就知道觀測這件事情是需要一個反射的這麼一個過程的，也就是說觀測的過程呢，是我就是觀測者需要發射一個東西去打到被觀測的這個對象的身上，然後再返回來，這個時候就攜帶了一個信息。那這個信息，我收到了以後，我就知道這個對象到底是一個什麼東西。就像眼睛其實也是這樣嘛。那我們去看外面的這個事物，其實也是我們的眼睛在看某一個東西，然後再返還給我，然後我們的腦子再進行處理，最後我們才知道我們看見的是什麼嘛。那麼在剛才我說的這個波粒二象性的，不是波粒二象性，雙縫干涉實驗的這個例子裡面呢，你想要去觀測電子到底是個粒子還是波，你用的是什麼呢？用的是比如說一個光子，那你用光子去打這個電子，然後這個光子再返回來以後，攜帶了一個信息，就是說，哎，我打過去了以後，我發現這個電子是一個粒子，但是為什麼它沒有在觀測之前，它是一個波的狀態呢？就是這個光子想要觀測這個電子的時候，你打過去的這一下，其實就是一個物理碰撞。那你這個物理碰撞只要碰上了，你就打破了這個電子本身的當時的那個沒有被觀測時候的一個自然狀態。也就是說，我從光子那兒得到的結論並不是這個電子完整的一個信息，只是說我這個光子碰到了這個電子的時候，這個電子呈現的那個狀態。那這個實驗其實我想說的是什麼概念？就是說我們要非常小心自己身邊的這些環境是什麼樣的，我們要非常小心的維護自己身邊的環境，包括
跟自己產生作用力的這個東西，因為每一個跟自己產生作用力的東西，不管它是人也好，或者是事物也好，甚至是植物也好，都是在跟我們自己形成一種作用力。那這種作用力其實就会影響我們自己的一個狀態。其實我是一個挺宅的一個人，我很少会去這個酒吧呀，或者說蹦迪呀。我很少有這種事情，但我经常会出去散步什麼的。如果说我的生活方式不是刚才我說的那個狀態的話，我如果是一個特別喜歡去蹦迪，或者是說我特別喜歡去冒險，雖然我也有這一面吧，但是說這不是我的一個日常。如果說你的生活的这個作用力一直是一個處於強作用力、弱作用力、強作用力、弱作用力的話，那你的生活當然是會有非常大的一個起伏，不光是一個生活狀態的起伏，也會有一個非常大的情緒的起伏。但你像我這種生活方式的話，我就沒有太多的情緒起伏，我基本上就是一個，我身邊朋友都會覺得我是一個特冷靜、特穩定的一個人。這個其實不是說我天生就這樣，我小時候也有就非常暴脾氣的時候，我也幹過一些現在聽起來特別愚蠢的一些事情，把自己放在一個穩定的這麼一個環境裡面，這件事情是我自己選擇的，並不是說我天生就是這個樣子。這個可能也是跟我人生經歷有一些關係吧，就是我從小到大有很多的愛好，學過很多的東西，這個也是我比較感謝我父母的一件事情，他们從來都沒有讓我就是跟我說，哎，你不能幹這個，不能幹那個，你不能沒事兒看什麼閒書，你不能去，比如說我之前10年前我還學開飛機，你不能去學開飛機，你不能去那個當運動員，你不能去學速滑，你不能去我彈古箏，就是各種方向的各種愛好，各種東西，其實不是說都學過吧，但是我盡量都去碰一碰。我是一個好奇心特別強的人，但是也是在這些經歷過後，我會發現，哦，原來其實我最想要的一個狀態就是一個水的狀態，就像李小龍說的那句話，就是 be water。你可以驚濤駭浪，你也可以非常的平靜，你是有延展和穩定和收縮的這個能力的。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人生狀態。像我現在選擇的人生狀態，就是我想要大部分的時間是平靜的，但是我自己非常的清楚的知道，我是有非常大的一個延展性的。我也非常喜歡幹一些大家可能覺得很奇怪的一些事情。我不是不能，我只是有選擇的去做。所以大家想一想，刚才我說的這些東西，就哪怕是我們以為的它是物質，比如說哪怕是原子啊，或者是說原子核呀，或者是說電子啊，大家聽起來都好像是物質的一個東西，其實它也都是沒有固定狀態的。那麼說到底，我們這個世界是由什麼組成的？用道教的方式就是無，用佛教的角度上來講就是空。我說這件事情的意義是什麼呢？就是讓大家不要去給自己設置一些什麼樣的限制，因為很多的時候最大的限制就是在你的腦子裡面。還是那句話，我們是我們環境的產物，我們從小到大在這個教育體系裡面，我們被教育出來，我們腦子裡面是有這種是設限的，其實是沒有的。那我們被教育出來，這個世界是物質的，但是這個世界根本就不是物質的，這個世界是能量、關係、作用力，是這樣的一個存在。物質只是我們現今社會需要發展，需要物質上的豐富，所以我們才需要不停的去追求物質。但是這個並不是這個自然裡面的規律。如果說非要有一個什麼樣的，你說公式也好，或者是說方法論吧，我現在都不是很喜歡用這個詞。但是如果說我們非要做一個最快速的總結的話，你想要解決生活中的或者一切的問題，或者是說面對一切的困難，你需要確定3個東西。第一個就是你的環境是什麼樣的，你要解決一個你身邊的環境的問題，身邊的人，你身邊的物。另外就是你的对象，就是你到底要做什麼，你要想好你的目標是什麼。那如果你這個对象確定好的話，你最重要花最多時間應該去研究的是，我要怎麼樣跟我的這個環境和我的這個對象之間建立一個正向的聯繫。
還有一個例子就是說，很多人呢就老說这個向上社交的事儿。大家看我影片裡面经常請一些嘉賓什麼的，經常有朋友問我，就說，哎，你是怎麼請到這些嘉賓的？說實話，我真的是1分錢都沒有花。你要說非花什麼錢呢？就是我們確實私下的時候，我請人吃過飯，就大概就是這個關係。但是，我的所有的嘉賓都對我特別的慷慨，他們都花自己的時間跟我分享了很多東西，我特別感謝這件事情。我覺得我從這幾個角度上來講，我簡直是世界上最幸運的人了。但是我如果從这个非得要往这个向上社交这个话题上面去说的话，如果你想要讓其他人幫助你的話，首先你要跟自己搞好關係。你跟自己搞好關係了以後，你才能夠理解很多的這個恐懼，我很多的對自己的不安全感其實都是不存在的，這件事情都不是真實的，這些事情只是你身體的一個應激反應而已。我們往深層說哈，我們所有的恐懼都是來自於死亡的恐懼，或者是說一種痛苦的死亡的恐懼。死亡代表什麼？代表意識死亡，你的思想死亡，還是你的身體死亡？其實你是最害怕的，你是身體死亡，對吧？但是你的身體是由什麼構成的呢？是由作用力構成的。所以死亡這件事情，它只是我們的另外一種存在的狀態，可以這麼去理解。那如果這樣的話，我們就沒有什麼好對死亡的恐懼了。我需要做的並不是擔心我會不會死亡，我需要做的就是一件事情，跟我自己、我身邊的事物、我想要去了解的東西，我跟這些東西之間、跟這些事物、這個環境之間，去怎麼樣建立一個更好的關係，因為這個才是宇宙中最重要的一個存在。那麼如果你想去比如說讓其他人幫助你，你必須要有這個心態，你才能夠有一種無懼死亡的自信。在我不怕任何結果的時候，我跟我面對的這個人，我們是平等的，我們都是由同樣的東西組成的，我沒有任何的恐懼不安，我沒有階級，這些東西都是不存在的，這些東西都是人塑造出來的。而且還有一個就是蘇格拉底說的那麼一句話，真正的智慧是從你發現自己無知開始的。就這個世界上的所有的知識，所有的方法也好，都是用來解釋這個世界的途徑，並不是這個世界這個自然的本身。所以其實你知道的是什麼呢？你知道的只是描述這個世界的其中一種方式而已。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在跟其他人交流的時候，我們想要去獲得其他人幫助的時候，我們要抱着一個我們可以講是空杯心態也好，是我抱着一個我自己永遠是無知的這麼一個狀態也好，在此之上，我沒有了恐懼，我沒有了階級，這些我都沒有了。沒有了以後，你跟對方聊天的時候，對方是能夠感受到你的這種氣場的。對方感受到你的氣場之後，他就會知道你至少是跟這智慧你擦邊了，你知道這個智慧是什麼東西。因為你想讓對方幫助你的話，一定是因為別人知道的東西比你多。那一個比你智慧要高的人，看一個智慧低的人是一個什麼感覺呢？就是一個5維世界的生物去看4維世界生物的感覺。人家沒有把你戳破，只是人家沒有把你戳破，人家覺得跟你解釋這件事情，可能在你的這個人生經歷裡面你還聽不懂，但是並不等於人家沒有觀察清楚你，人家可能早就已經看穿你了。這個時候呢，你就需要的是真誠，不懼怕死亡，永遠認為自己是無知的，永遠在吸收新的東西。你以這個心態去跟其他人去交流的話，對方我不敢說一定會幫助你，但是對方會有非常強的意願去幫助你。雖然說你的知識就是技術和方法這個部分你還有欠缺，但是對方能夠感受到你是一個有智慧的人。事物和事物之間會有一種共振的感覺，這就是為什麼我不是特別介意我的觀眾人數不是很多，因為我圖的是這個共振，我圖的是這個好的一個關係。你要是能讓一個比你智慧的高的人感受到一種共振效應的話，那這個作用力、這個關係或者這個能量是會讓對方覺得他想要去幫助你。
如果说再往細了的说的话，我觉得这又能说好几期，我实在是我有点说不动了。我就先说这么多，我也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这儿。那这一期就先这样，我们下期再见，拜拜。